本集影片由虾皮卖场阿贤军备库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一把发射器是轻武库挑战者 MK3。这把是2021年最具话题性的电钢软弹发射器。大家对电钢系统也并非陌生。早期 Nerf 的 ECS60 算是电钢系统的鼻祖，新加坡的 Explorer 也出过类似的产品。这次轻武库找来了荷兰枪支概念设计师 Walt Curran 来设计外观。在这个软弹发射器百花齐放的时代，挑战者又能带来什么新的体验？接下来就让我替大家来开箱测试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发射器的外盒，上方有着轻武库的 logo， 下方写着 MK3 Challenger New Electric Dark Blaster， 盒上有标示18加，这把发射器是属于高阶发射器，适合成年人来做游玩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有哪些配置。那开始进入我们的开箱步骤。Challenger MK3 是有分成2种版本的，我们这次拿到的是 Pro 的版本，来替大家做开箱的介绍。箱子打开后，里面的配置呈现这样子的状态。首先会有一份说明书，发射器的本体。Pro 的版本有附上电池，厂家搭配的是 11.1V 40C 的航模电池。左下角是厂家附上的新型短弹轻龙丸10发，底下放置的是 Challenger 专用的20发斜口弹夹，标配有2个，其他2个是选配的。右下角放的是扩充的战术皮轨3包，以下这些就是 Challenger MK3 Pro 的开箱配置。接着来替大家介绍一下发射器的细节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发射器本体。发射器的外壳主要是 ABS 的材质，内构是 CNC 加上金属的内管。发射器在枪托未展开的情况是全长60公分。伸缩枪托全展开是70公分，空枪的重量是1500克。接着是发射器上的一些细节介绍。首先，枪口的部分有设计一个攻击头的造型，攻击头的饰盖也可以单独取下，由玩家自行去做搭配。Pro 的版本搭配的是轴承式膛线管，厂家宣称拥有超低阻力且能降低软弹受损的一种新型膛线管的设计。发射器上方配有全铺品的战术轨道，可以自行安装喜欢的瞄准镜。发射器的侧边、下方都可以再进行战术皮轨的扩充，厂家附上3包战术皮轨，可以自行再做安装扩充。发射器前后配有2根快拆插销，快拆插销移除后，可以将发射器上方的机夹盖取下。取下后可以安装电池以及做故障的排除，相当的方便。接着这边是射控选择钮。Challenger 提供了保险、单发、3连发以及连发的射击选项。握把上方还有设计一个空挂释放钮。Challenger Pro 的版本拥有无弹后定的功能，气缸弹簧也会在预压缩的位置。更换弹夹后，使用空挂释放钮将枪机复位。推弹嘴也会顺势把软弹推入击发位置。
Challenger 使用的是电控扳机，下方是弹夹释放钮。Challenger 是采用伸缩枪托的设定，总共有9段可以去做微调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枪托的支架跟工程样机的版本不一样，没有做金属的材质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发射器的另一面，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铝合金的回膛基片，上方有设计一个拉柄，不过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上膛的动作。在气缸弹簧没有预压缩的情况底下，拉动回膛基片是非常的困难的，就算能拉到底，也不能上膛，顶多把软弹推入到发射位置。发射器的两面都刻有 Challenger 的饰体，也有轻武库的 logo。Pro 版本的发射器外壳是黑透的设定，发射器上方贴有一块警告标语，上方写着发生卡弹时请立即停止射击，将软弹排除后再射击，也尽量不要去打空枪。接着是 Challenger 专用的20发弹夹，是采用透明的设计，上方有软弹填装的教学，弹夹也可以直接进行热插拔，相当的便利。由于是 Challenger 专用的弹夹，载弹板上面有一个磁铁的设计，这个磁铁是用来感应无弹后定的功能，来跟工匠的斜口弹夹做一下比较。Challenger 的弹夹会比工匠的18发斜口弹夹来得长一些，不过是没有办法做通用的。原厂的弹夹在插拔方面也是相当的顺畅。接着来说明一下电池安装的方式。原厂搭配的电池接头是 TX30 的接头，将接头安装上后，固定在发射器前端预留的位置，用魔术带固定好即可。接着来介绍一下厂家附赠的新型短弹青龙丸，其实就像是 Ultra 的诞生加上 AF 的弹头，重量大约 0.9 克。稍后会再测试青龙丸的出速以及准度。接着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Challenger 的内构。Challenger 是使用 ES 电钢系统，波箱则是 CNC 制成，采用金属推弹嘴以及金属的内管。挑战者的气缸系统是采用预压缩的设计，才能实现无延迟的击发。当发射器不完时，需要通过释放程序来释放气缸弹簧，延长使用寿命。在保险位置扣住扳机，调到单发位置，持续3秒，弹簧就会做释放。OK， 接下来来演示一下射击方式。在发射器手势通电的状态底下，弹簧是没有进行上膛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插入弹夹，扣一下扳机，将软弹送入击发位置，以及将气缸上膛，就可以直接做击发。弹夹清空后，枪机会固定在后，更换弹夹后，再释放枪机，就可以直接做射击，跟真铁的操作方式一样。最后，我们使用连发来清空20发的弹夹。大约3秒全数清空。以上就是挑战者的射击操作方式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挑战者的出速如何。
首先采用工匠短弹5发。第二轮采用青龙丸短弹5发。以下是测得的平均出数。接着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挑战者的准度如何。首先是10公尺的单发射击，采用工匠5发短弹。6发3连发射击。10发全自动射击。接着是15公尺的测试。最后，我们拉到20公尺进行最后一轮的测试。这边稍微用青龙丸跟工匠短弹做一下准度的比较。青龙丸的弹着点相对比较密集。在20公尺的距离，青龙丸的表现确实相当出色。挑战者在20公尺内整体的射击准度，我给他4颗星的评价。最后来说一下挑战者的测试心得。首先是优点的部分。挑战者是首款拥有拟真回膛动作以及无弹空挂的电钢发射器，回膛的动作带有些许的后坐力，加上射控系统结合电钢无延迟的击发体验，确实带来许多游玩上的乐趣。挑战者摆脱了拉一打一的束缚，
以及飞轮启动声的嘈杂，在手拉发射器的射击精度与飞轮发射器连发速度间取得平衡点。虽然初速不高，但在20公尺内的战斗距离绰绰有余。在这几天的使用过程当中，尚未遇到卡弹的状况。快拔插销的设定，在故障排除以及维护保养上也是相当的便利。那挑战者缺点的部分有 Pro 的版本贩售的价格与发射器的材质不太符合预期，上机夹盖跟后尾托的支撑感还是采用 ABS 塑胶的材质，护弓的设计在操作上也颇卡手，弹夹释放钮与空挂释放钮只有单边的设计，对左撇子的玩家比较不友善。其实挑战者作为首款拟真电钢回膛软弹发射器来说，整体的表现已经相当的亮眼，也期待轻武库日后推出更出色的发射器。OK， 今天的开箱测试到这边做一个结束。如果大家对挑战者有什么感想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哦。谢谢你们的观看 ，See you next time。